如何读懂男友的心思，让他对你更加着迷嘛？你想不想知道老公为什么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愿与你分享吗？你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爸爸总是用他那一套来强迫你吗？你想知道你的儿子到底在想什么吗？欢迎来到心里有数。大家好，我是塔罗师魏。大家好，我是心理师老徐。最近咱们又接到一些情感类的占卜问题，就大致上都是说分手了，想看看对方就双方之间有没有机会再去复合啊。所以在聊天的过程中就发现就好像他们提到的情况和我们上次我们聊的国王和战士还不太一样。肯定会有区别嘛，因为男人的4个原型嘛，我们只谈论了2个嘛，对不只有国王跟战士嘛，对不对？不过魏老师我想先用一个问题来引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3个原型我想问你，我们之前聊过的国王跟战士这2个心理原型，你记不记得无论是国王还是战士都有可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变成很极端的样子。对，是的呀，就是那种严重长歪的样子，对吧？要不就是残暴的非常离谱，要不就是那种弱懦的非常的，怎么说呢？懦弱的不行对，所以国王会变成暴君，对吧？或者是弱者，那么战士可能会发展成很残忍的施虐者，要不就是被虐者无论走向哪个极端都不太好。是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走向2个极端，就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些问题。对，完美的人基本上只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之中。是只不过有些人的问题多一点，有些人问题会少一点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扶正它。所以怎么样去扶正肯定会有办法，对不对？那魏老师，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作品一个国王或者是我们古装剧当中的君王面对一个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可能他会一下子变得非常的生气拍案而起，当场说来人我要出兵，或者我要打谁怎样怎样，对不对？对，这个是老套路，所有电视剧都有这种套路。是不亢奋点，你怎么去带动下面大家的情绪呢？对，就人家一看老大都出来了，这我不动不好意思，对吧？是这个是影视剧当中的场景，对吧？有国王他拍案而起，然后旁边出手的肯定有战士，对不对？对，要出兵打仗。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打，对吧？你是不是只是蛮干，甚至可能说在怎么打之前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真的去打，对吧？怎么说呢？就是国王和战士就是一个代表的最高权力，一个代表了我的行动执行。对。那么你刚才问的这2个问题，好像就是这2个角色都没法去解决。通常你看，一般这个时候，这个君王的营帐里面，他身边总会出现另外一种角色，对吧？那就是卧龙凤雏了。对，其实不管是卧龙也好，凤雏也好，这个角色他其实都会扮演一个类似于智者这样的人物，对吧？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话题，也就是男人的4种人格原型当中的叫魔法师。魔法师在我们的印象里这个称呼好像和智者就不太沾边了。所以魏老师提到魔法师，第一个出现在你脑海里的会是怎样的形象？在想象中就是西方就是那种身穿黑色的或是紫色的大长袍这样一个老者，对吧？头上戴着尖尖的帽子，白发苍苍的，满脸皱纹，眼神深邃，给人一种阅历比较丰富的感觉。那么东方就不一样了，就那种古代的道士，对吧？侠士，对，会各种法术，对吧？对。那其实随着前几年这个西方奇幻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兴起确实这个魔法师他就会给人一种充满智慧又很神秘的充满神秘的力量的这个样子。对，而且好像在男生在玩游戏的时候一些游戏当中他的魔法师角色也能够同时会修炼很多不同的魔法类别
对吧？不一定是男生玩，女生也玩。魔法师嘛，就在后面丢标枪的。就说到魔法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就是之前就是电影和小说就是非常流行的，就哈利波特。对，手上拿了个魔杖，口中念了个咒语，那要啥来啥。对，那其实在这个男人的人格原型当中啊，这个魔法师给人的感觉其实要更加的宽泛一点。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智慧啊、理性啊这样的一种特质。好像是，就是在我们塔罗牌魔法师有这样一张牌啊，叫魔法师。那魔法师代表的就是无所不能啊，可以拥有控制各种元素的力量啊，又拥有聪明的头脑和无限的一个智慧。对，那所以与其说它突出是一个魔法，那其实它更代表的是一种跟国王跟战士的特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对吧？那其实如果按照这个罗伯特·摩尔跟道格拉斯·吉列特这两个心理学家的原话来讲啊，他们说魔法师呢是一种觉察与洞见的原型，也是叫做非常识性知识的原型。那魏老师，我想听听看你对这个描述的看法。你觉得觉察呀、洞见啊，还有非常识性的知识，这要怎么理解？这两个词就感觉非常的难懂啊，非常难理解。对，对于我这种就是知识面不太广的人，可能就是有点难度。但是根据我自己对于这几个词的表面的理解，我觉得就是觉察应该是那种比较敏锐的一种感知能力。就不仅仅是看到或者听到，还包括对各种感知信息的进一步的理解和领悟。比如说我们在聊天中发现对方情绪是不是有变化啦，对吧？然后我们就直接能够觉察到这种能力。对。那么洞见呢，就可能是在觉察基础上呢，就增加了一层，就是我们会去想、去思考、分析、提炼出来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发现的一个结果。对。因为我们非常识性知识，我估计就是我们日常不太了解的知识了，就是比如前段时间很多人提到的那种量子理论，那什么东西啊？对，那这个是魏老师的理解啊。那我们暂时先卖一个关子啊，我们把这个成熟的魔法师的这个解读放在今天最后啊。我们还是先从魔法师的小时候开始说起。那魏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把男人的原型用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来做比喻？等腰三角形啊，就是从底部对吧，然后慢慢的往上面成长到顶端。所以魔法师在小时候被称为什么呢？叫做早熟的小孩啊。这个早熟，魏老师你怎么理解这两个字？早熟啊，很好理解啊，就是开始发育嘛，对吧？男人还身材高挑，女孩慢的曲线优美，对吧？对，从小会懂很多东西，会谈恋爱，会调戏老师。那其实这个早熟啊，它肯定在这边肯定不是指身体发育上的早熟，对吧？那它其实指的是那种比周围其他的小朋友都要聪明一些的小孩啊。那么这样的小孩呢，他知道的东西会比别的小朋友都要多啊，很像是我又想起来那个机器猫里面，我们小时候看机器猫，男主人公野比，他有一个情敌叫出木山，就是一个学习特别优秀的一个男孩子。那个是不是就是通常电视剧里经典的男2号型的，对吧？一出场每个地方都比男主强，是，对吧？学习成绩优异，体育也样样精通，对吧？性格也对，外貌也很出众，就无所不能。但最后总会被那个男主打败的，就是成不了男主，只能当个配角。就是这种小朋友啊，但是那个呢，其实是属于比较完美的小时候的魔法师形象。那说到底，这么完美的小朋友，还是只能出现在机器猫里面，对不对？那现实生活中呢，基本上其实这类小朋友都会往两个不同的极端去发展的嘛。是这样的，这个世上哪有完美的人？多少都会有些缺陷。那我们先来说发展过度的那个小朋友啊，在这个原型里面呢，这个叫做万事通诈骗家啊，就是简单理解就是什么都懂的小骗子嘛。那其实他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哦。这个原型的核心是这类聪明的小朋友啊，
他会卖弄自己的知识，上课的时候呢，他很积极的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告诉别的小朋友，显得我比你们聪明我比你们知道的多。这种老师挺喜欢的。哎，对对对，那其实我也遇到过实际的，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些小朋友他会在还没有开始，就是上课铃还没有打之前，他会问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什么？一旦你告诉他我们今天上课学什么之后，他就会去很兴奋的告诉别的小朋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什么。还有的小朋友呢，他会在课堂上，他很喜欢超过老师的进度，提前完成今天这节课上的操作任务，然后他就会去向别的小朋友去炫耀。是这样，就是我看到过，就是很多小朋友就是特别爱在这种场合去表现自己，对，总要显得自己是最聪明的。是，就可能是出于一个想让大家都比较崇拜自己这个目的。就我表哥女儿就这样，是她小学5年级，就不论在哪里，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就要去表现一下。就是比如说念诗、跳舞、唱歌，他反正就算自己再不行，他也要表现出来。这可能和家里小时候的就是家庭教育都有关系。对，那其实小朋友这种阶段的表现，不是说他一定是故意的因为很多小朋友类似的这种行为的背后，其实他藏着的是他很渴望被其他人看见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如果他能够被大人看到，对吧？然后再被大人表扬，那他就会很开心对不对？很满足。那另一方面呢，也有可能这么做的小朋友，他其实是要掩饰自己心里面的某些不安。他有可能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其实他不懂。所以他就抢先一步做出来懂的样子。但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这个魔法师长大之后就会变样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再来说小时候的魔法师，如果发育的不足的话，那就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叫做傻瓜。傻瓜这个词就不是那么好听了。我感觉就是和前面那种爱表现的小孩对比起来，要说默默无闻，可能这个词更适合一点。对，那其实这个应该我觉得是翻译的问题翻译的不太好，所以傻瓜听上去感觉让人不太舒服但如果是从事学校老师或者教育工作的，应该会很有感，因为一群小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会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哪一个小朋友会聪明一点，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感觉木木的就像那个野比那样不太合群，对不对？那就是这种看上去比较傻，但不是真傻。对，毕竟我以前也这样。小时候在学校里，我不能说自己真傻，对吧？小时候在学校里不太爱表现不喜欢多说话，所以就是一直没交到女朋友。但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嘛，因为小朋友先天发育肯定都不一样嘛，对吧？而且不同的小朋友其实擅长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边其实考验的反而是家长的能力，因为家长要去能够发现自己的孩子他更擅长的是哪方面的事情。对，也就是说，就是爸爸妈妈要能够及时去发现孩子的天赋在哪，然后去把它放大。我们一直提的那个动画片机器猫那个主人公也比他虽然脑筋不好嘛，对不对？念书不行，对，运动也不行，但是另一方面他其实很善良，对吧？而且在故事当中他的那个射击天赋是相当的出色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再来现在看一看魔法师长大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还是先说发展过度的那个极端，就是小时候被称为万事通诈骗家，长大以后魏老师你觉得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要是从比较极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那种非常就极度自负的总要去占据我的知识最高点，总要表达一些别人不太熟知的东西，就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一定要是和别人与众不同的，我要让别人能够崇拜我、膜拜我。对，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对，因为那些特别喜欢卖弄的聪明的小朋友，他从小就懂得比别的小朋友多嘛，所以当他一直顺着这个路线长大以后，就会变成叫做这边有一个名词叫做操控者那这个所谓的操控就是说他会利用自己比别人了解的更多的一个
知识，其实现在叫做信息差嘛，对不对？那种知识可能是大多数普通人很难接触到的，那从而他来控制别人的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魏老师，你觉得这类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多吗？就好像就是那些专门利用信息差来给你制造某种焦虑的人一样的。对。我经常在某些那种短视频平台去看到一些视频，在讲一些很多大众都不太理解的一些原理，看上去好像是在普及知识啊。他们其实是利用这些你们的不理解，叫大众的不理解，去宣传他们的主观的逻辑，去给大家洗脑，就制造一些本不真实的他们所谓的真相，就对大众进行一个误导。对，其实这类人很多啊，甚至有一些我们平时可能都意识不到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啊。有很多我们的职业啊，天生就会有很高的职业壁垒。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医生，对吧？律师或者药房里面的药剂师，像类似于这样的职业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入行的人啊，他首先需要经过许多年的专业的学习，那这就把很多普通人就拦在了这个行业的门槛的外面了，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你去看医生，你就会因为是医生的专业知识，所以你要支付很贵的这个看病的费用，对吧？那有些药它也是卖的很贵的，甚至这里面还有一个会隐藏的非常深的所谓的控制行为啊，是普通人很难觉察到的。就是比如，如果你去问医生说，我这个病的病情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你是不知道，医生是不是把该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你听了，对吧？这个嘛，就是很难啊，就是所有人很难去辨别所有事情的一个真相。对，拥有这种能力其实是不太容易。是。我还想说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最近社会上闹得比较热门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安全问题对，就前段时间不是就出事了嘛，某个品牌对吧？对，闹得沸沸扬扬，是，所以导致了就是很多的舆论焦点都在这上面，很多人都不敢买这个品牌的汽车了。就有些人已经下单了，都想着要退了。对，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品牌。这个事情最近发酵的很厉害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厂商他会夸大宣传它的一些功能，那其实他们就是在潜意识里面利用了这个操纵者的这样一个人格啊。因为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知识，对，是很专业的，对吧？很难获取到的，尤其是一些技术上面的细节。所以厂商在宣传的时候，他会通过隐藏细节呀，展示一部分的数值啊，然后煽动你的消费情绪啊，这样的技巧来达到操控你去买他们家车的这样的目的嘛，对吧？就是一般的大众，我们要去了解这些知识，其实只能通过你来告诉我。对。但是人就需要有一些批判精神，不能随便别人说什么你就要信什么。对吧？你要会分辨啊，你要会知道它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对。那另外一边呢，如果说这个魔法师他发育的不太好的话，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有一个名词叫做纯真的人，这个听上去好像不错啊。又纯又真，纯爱战士。其实也不是说像听上去字面上那个样子啊，因为这个纯真的人他不像操控者那样看上去会是去直接行动啊，他会干什么呢？就是说他会回避他对手的正面的进攻，然后他装出一副纯真可怜的样子，让你觉得是你做错了。又是一个欺骗者。对。其实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的这个 NPD 人格啊，自恋型人格障碍，它其实就是这一类的魔法师的高手啊。最有名的操控的手段就是煤气灯效应，这个魏老师应该也听说过啊。这个我知道。就是也是一种操纵人的手段吧。对。就是我们比如说职场中啊，就是有一个人，比如说工作很认真，业绩也很不错。对。然后新来个上司，他想立威。对。他不能一直说你好吧，所以对他的工作就是一直吹毛求疵，然后各种暗示你能力不行。那时间长了，这个人就开始自我怀疑的，是不是我真的不行了呀？对。所以其实煤气灯效应的受害者就是受到了这个所谓的纯真的人的这个魔法力量的攻击啊，对吧？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因为纯真的人他是不会直接行动的
啊，它是回避你的正面冲突，它呢悄悄地躲在阴影里面，悄悄地攻击你。哎，所以那个关于 NPD 跟煤气灯效应呢，我们这里不去把它展开讨论啊，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单独做节目再去讲。可以。那现在就清楚了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多啊，就是魔法师他学习的不是说我直接攻击你，而是我对你进行意念的控制，对吧？对，善于用各种的 PUA 来控制你的思维和情绪，是，去表达啊，能够达成最后一个结果。对，可能他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魔法师了，对吧？对，所以我们回到今天开头留的那个问题啊，所谓的成熟的魔法师。那首先，成熟的魔法师他一定是掌握知识跟科技的，对吧？但是呢，这种知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按照那2位心理学家的话来讲，叫做仪式性的启蒙过程。那他们2个人对这句话的注解就是说，所有需要经过特殊训练才能掌握的知识。那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呢，这里其实有一个限制条件，叫做你学了，但是你不一定就能成功。例如就算你上了大学，很多人学习了某个专业，他可能会发现其实自己不适合这个专业，或者根本就学不下去。对，你考试还有成绩好和成绩不好。对，所以就算你上了船，对吧？你也要会划。你不会划，你就原地打转。对。所以未来还是在自己的一个不断的进步中。对，去实现。划船这个例子太好了。那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一个成熟的魔法师所具备的特质。首先第一个叫做削弱人的自负，看穿人的伪装。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提到的例子一样，一个好的军师那个卧龙凤雏，他必须要能看穿，然后去劝解他的君主或者将军的一种冲动的情绪。第二呢，他要懂得控制力量，确保不会被这个力量反噬。那你像我们刚才提到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其实最近就是在经历一种被反噬的这样一个过程嘛，对吧？所以这2个特质确实有点费脑子，不适合我这种纯靠本能来做事情的人。对，那其实最关键的一点，魔法师他不像我们之前聊过的国王或是战士，他其实是不具备太多那种主动去行动的能量的。一个男人的外在的显化的行为，更多的还是要靠国王或是战士这样的人格。所以魔法师在这里更多扮演的是一种类似于观察者这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对，我们要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来观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合理。那这里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男人是不是有足够成熟的魔法师人格，那你可以观察他在极端情况下会是怎样思考问题的。比如说出车祸的时候撞车了，你看这个男人是不是能够在一瞬间冷静的去处理，采取当下最合理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或者你看他是不是本能做出一些其他的反应。对，这个原型明显就和前面咱们提到的2个不太一样。对，它更多的体现是内在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男人如果有没有内涵，就看他有多少魔法。对，好。那么那个魏老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还是暂时先聊到这里男人的4个原型我们已经聊到第3个了，下一次我们就只剩最后一个，叫做情人。谈感情了，对吧？对。行，咱们这些内容就留在下一次聊。好。所以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给我们留言。如果有很多的咨询想法呢，也可以去私信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拜拜。